之前你们看我的影片呢，其实都是在2022年拍摄的，然后你们在2023年才看得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排期，因为真的是太多车试驾过了，然后还没有来得及剪片。其实我已经很厉害了，我一个礼拜已经出3个影片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再嫌弃了啦。终于来到2023年的第一个试驾，有了新麦。这个虽然不是任何的赞助，但是好的开始嘛，对不对？2023年试驾的第一辆车会是什么车呢？Honda Civic FD 2.0S。踩完，哇！大家好，又是 Ed 的爱的人，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在我的频道真的我说了很多次 ，Civic 真的是我试驾了很多辆，对不对？当时我在 Honda Civic FB 2.0的影片呢，有小小的提出过，就说这里有没有任何的 FD 的车主可以借我他的车？终于啊，他来了。这辆是一个2011年 facelift 版的 Honda Civic FD 2.0S。这辆车的车主也是刚刚买不久的，看起来的状况还不错哦，尤其是内饰里面哦。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，我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。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想当年2006年推出这辆车的时候呢，这辆车的外观吸引到我，为什么呢？在那个年代来说，它的整个外观来说是很前卫的，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来说，我都特别的喜欢。再次看上 Civic FD 的 Type R 的时候呢，我更加喜欢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，没有错，但是这一辆就是 shot 到我呢，就是那个 shot 到。我之前有试驾过一个 Civic FD 的，它是改了 K24，然后我有它的 playlist 啦，它从 auto 换成了手牙啦。这辆车是没有无钥匙启动、无钥匙进入，没有。现在它放上一个碳纤维的这个 cover， 所以它的锁门跟解锁都是很简单的。如果要开启后面的方式呢，除了在里面的话，也可以用钥匙开的。哇，它的空间呢大概450公升，当年的 CD 呢是大概500公升的。CV 的后尾箱呢会比 CD 来的小，可能它的后悬吊的关系，还可以做椅背倾倒哦。有了，这个飞机也很重一下哦，还有一个压子。后悬吊的设置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， 想到的 Civic EK、EG 啊都是 double wishbone， 后面是 multi-link。但是来到这一代的 Civic 的特点呢是前面是麦花臣，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 双 AB 的。来到 FB 以后呢都是 multi-link， 是比较可惜的啦。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支持一下车主的 IG 333.3G， 可以去 follow 他一下。没有改装任何东西，除了拉了 Ultra Racing 的bar，就这样子。原装引擎、原装的悬吊，后面大概为3根手指的高度，然后换上了一个 Michelin Pilot Sport 5的轮胎，215/45R17，相信这是原装尺寸啊，因为原装的 Civic FD 它是17寸的，只是换上了 TC105X 的设计的轮圈。前面这里大概也是3根手指的高度，也是一样215/45R17，单活塞刹车卡钳，也有后刹车卡钳的。怎么分辨这是2.0或者1.8呢？只要它的方向灯是在这个赛密热里面的话呢，就是2.0的；如果在车身的话呢，是1.8。那很多人会买1.8呢，把它的 bumper 啊、外装啊改成好像 Type R 这样。Type R 的方向灯是在这儿的，这辆车的前面 bumper 还有后面 bumper 也换上了 Type R 的摩根的设计。必须要说呢，坐进来第一个东西我需要听的，我也是很喜欢听的，这是 classic 的味道啊，这跟 Type R 一样哦，听吧，像阿浪的声音这样子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FB 就没有了 ，FB 就整个变斯文了，这辆车啊，照进来好像有点战斗感觉，有没有？多漂亮！你看多漂亮！这个仪表，反正它的原装舱机呢是没有 touchscreen 的，按钮式的，是比较平的啦。2.0的版本可以放6个 CD 在里面，自动的恒温空调，感官也是比较漂亮的。5速的自排，还有 Sport Mode， 然后还有换挡拨片，有5速的可以选择。那这辆车有倒退镜头，因为改装了嘛，舱机就附上了咯。传统手刹是一个 Z 字形的，所以它省略了很多空间。如果在 FB 的话呢，就反而好像更加退步哦。这里有一个空间，这里是有一个空间，这里有2只杯架可以收起的啊，还有一个手扶箱，可以调整哦。
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一个方向盘。这个方向盘来说是比较小颗的，设计感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还有 Cruise Control 2.0才有哦，还有一些音量按键。那我们打开车头灯。前雾灯，还有这个多漂亮，还有一个 VSA off， 这两个是空的，这个是调整仪表的亮度。窗口的把灯一键上下在 driver 才有，其他都不是哦。全手动调节的椅子，这个只能调整高低前后，还有椅背，什么腰背支撑那些就没有啦。开启油盖，拉开启后尾箱哦，这里就是打开前面引擎盖。前面引擎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，我身高为73，大概是在一个拳头的位置，头部空间大概一个拳头。座椅垫的发泡棉会比较偏硬，如果比起 FB 会比较舒服一点啦。坦白说，我觉得这个比较硬啦。这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的，还有2个置备架，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，想当年掉东西3kg。怎么知道它是一个 facelift 的？你看它尾灯就知道了，它像一个钻石类型的，比较四方的，以前是一个圆的嘛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，我其实也不知道那个要放什么，手机也放不下啦，可能放一些 coin 啊，还是什么的。到了这个时代啊，这个内饰还不过时啊，我很喜欢的，我觉得 OK 啦，没有说很老啊还是什么。这里有2个 sensor 啊。也是没有灯哦 ，C segment。想当年只要你买上2.0呢，是配搭的 HID 的头灯，虽然没有 projector 啦。好，那这副引擎呢，看起来很大颗哦，代号为 K20Z 的2.0公升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，拥有着155匹马力，在6500转的时候，当然红线可以去到7000转，扭力为188牛顿米，在4500转的时候会产生最大扭矩了。配搭着5速自排，尤其是这代引擎是一个 DOHC Double Overcam 双凸轮轴，在高转或者尾力方面呢，它是比较有力的。很多人说这一个 K20Z 很有力哦，所以我们等下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啊。OK， 来，我们去试驾这辆车的音响。等一下我就不试这么多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啦。车主就坐在后面的 MyV 的上面，所以他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开这辆车。所以这辆车的6粒喇叭，想讲真的，因为我就有一辆嘛，1.8公升的嘛，2007年的吧。然后那辆车的音响，坦白讲，6粒喇叭也是很差的，在这个当年来说，所以我就没有对它的喇叭的印象这么好。但是我对它的印象就是2007、2008的时候，当我就买了这个1.8公升的呢，其实驾出去都很好看哦，在那个年代超级好看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它整个设计啊都非常的前卫，舒适性是肯定是输给Toyota的，说真的，一路来的 Honda 的作风。然后它椅子就偏硬啊，噪音就真的是偏吵啊，这辆车。但是如果你说好驾呢，我的舅舅看起来是蛮享受的。他到了现在2023年呢，1.8公升的 Civic FD 还有在加的，可是它就有一点小问题啦。那个是听说都是很多 Civic 的 FD 的一个通病，比如说1.8公升它是用在 Hydraulic Power Steering，2.0公升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， 所以还有bro，一大清早你走哪里呀？哇，老耶！那说回来，它是这一个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啦。如果你讲加起来的话 ，of course 我会觉得1.8公升的那一个会比较重一点，尤其是在停车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明显的比较重。然后加起来的时候呢，1.8公升那个 hydraulic 也是会比较重一点的。舅舅的那辆通病呢，就是 power steering 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变速箱啦，这个是很多FD 的车主都在说的问题，所以为什么我看到市场上最近卖的 FD 2.0，很多都去换了手动挡了 5 speed manual， 因为其实在外国版本啊都是有 manual 的，这Malaysia是当年是没有卖啦。如果是真的是出问题的话呢，车主也是有考虑过要换上这个手牙，或者是换它的引擎的。很多人喜欢把这一代的 Civic FD 呢改 K24 啦，所以我也是有试驾过一个 FD K24 的。如果你们还没看的话，赶快去看哦，真的是很好看的，尤其是上云顶那一半。我还有试过在 Auto 的时候，或者是它改了手牙的时候呢，感觉爆 deck 的感觉真爽。扭力很高哦，250哦哈，哇！然后它的这一代引擎很冲一下，随随便便点一点油门，我的油门真的不会很深呢，大概28%，这样子一下子踩的那下，那它知道我要超车，它的反应很快啊，马上降档，然后去到4000转这样子。变速箱反应蛮快的，让我再踩深一点。
车主买回来到现在，其实他说也没有修过任何的东西，只是他换了 absorber， 但是换了 absorber 之后还有一点小声音，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然后Honda的当年的就是很厉害，在于它的那个车脚方面啦，会比较多声音啦，比较多一点问题啦。如果它有一点换上 adjustable 的话，也是可以啦。胎噪真的是蛮大的。像我用这个 Michelin PS5， 又不是什么 Semi Slick 啊，又不是什么 F-Boy 呢，已经让我觉得蛮吵了的。然后 FD 给我觉得哇。如果你觉得要舒适宁静度呢 ，F Donkey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。我觉得Altis会更加舒服啦。然后如果讲操控驾驶来讲，反应还不错，灵敏性好像还不错。也许这辆车的 ECU 已经习惯了车主的驾驶方式了，所以它很肯去我大概给一个油10多28这样子，它把那个转速提高，然后降档这样子。然后反而那天我驾的 Civic FB 呢，它比较整个柔顺掉了，它没有这么。它就没有这么暴力咯。刚刚过了一个小弯，为什么你一直要降档肉？我没有想要踩快车，你逼我踩快车。OK， 来行驶这110 km/h 的时候呢，它的转速在2400转不到，在2300。我不知道这辆车的油耗是怎样哦，我忘记问车主哦。这辆车也是没有得看那个平均油耗啦，它这里会没有写啦。他真的很肯降档，很肯去耶，没有踩很深bro。我是真的没有踩很深。如果以刚刚那个弯道来说，我感觉到这个 FD 的灵敏性真的是比 FB 好很多。才踩一个58%油门，哇，很肯去耶！变速箱反应也是相当快的 ，you know， 哎呀 ，Where's your signal, bro？烧机油哦，喷蓝烟的话，哇哦 ，Camry， 我已经闻到它的味道这辆车的那个隔味道的有没有？防火墙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，就是外面味道很容易传进来。我觉得2500转你再继续把那个油门踩得稍微深一点，你会感觉到它的扭力蛮强一下的，它一直速度上得很快。我叫 FB 的时候呢，不会感觉到这么激情真的。这辆车的隔音，有待加强，有待加强。Honda当年好像没有这么 care 这个隔音方面前面可以试到它的悬吊的硬软试一下。这个路比较颠一点，比较跳一点。我明白了。很多人说 Civic F Donkey 呢跳到你阿妈都不认得当然没有这么夸张啦。哎呀，我们这种试驾很多车的朋友们呢，都已经有试过了那种adjustable 的硬，虽然这辆车是没有，但是如果你说它是家用车来讲呢，它不是一个舒适的车，是说真的，它的悬吊真的是偏硬的这辆车。F-Boy 呢 ，FB 呢就真的舒服很多，它会比较软所以它面对这些格格洞洞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它滤震的蛮不错啦。在这辆车来说，路不平的时候，你很明显感觉得到这辆车会这样的，那个悬吊在跳不是说它坏了还是什么，是它的在处理在工作。所以它会把那个感觉带到来你的屁股，跟你的方向盘。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， 在高速上面来说，我觉得很稳定我们试一下的 Sport， 哇哦，马上降2个档那个转速一上它的油门的反应很直接，很快。我喜欢那种感觉，尤其是这辆车它是风行式踏板，不是那种从 FB 开始到 FC 还有 FE 它完全是取消了这个风行式踏板，所以这一代的 Civic 我很喜欢风行式踏板，尤其是它的 Type R 上面很美很感觉到很美又
很舒服。我把它脚放在上面。如果你说原装的悬吊来说，它真的是硬嘞，感觉好像自己在驾着普通的车，然后换上了 adjustable 的感觉。路面比较粗糙哦，感觉到那个胎噪真的是受不了。你看过了一点点那个路不平的地方啊，你会听到咣咣一点声音，那个是车脚方面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怎样，还是还有原本的设计就是这样。如果你问我在2023年呢，如果想要买 CVFD 2.0算不算值得？我觉得价钱偏高，如果不是价钱这么高的话呢，我觉得这辆车是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车，就是因为它的外貌还有动力操控方面呢，很多年轻人喜欢，所以这个二手价钱真的是偏高。你想象一下啦，一个2009年还是2010的 CVFD 要卖这一个5万多块，然后你在那边想哦，5万多块哦，是不是可以买 Camry 2.4V 了的 ？Civic 才 C segment，Camry D segment 呢？我为什么不要买更大辆呢？而且舒适性又更好，人家是这么想的。但如果是这辆车还不是这么高的价格的话，我觉得是 FD 应该都很值得买。Compressor off。试一下 Sport， 等一下我做一个0到100测试的时候呢，我是不会用换挡拨片的，我是看它几千转它会自动升档。所以它的红线呢，这里是写6800，第一个来说它是可以去到7000段油啦。踩完，哇！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车主有把它那个时速放在不懂超过多少就会开始响，所以我现在是超速它就会响啦，140。很多人说在这个 K20Z 上面呢，它会有开 deck 的声音。坦白说我是没有感觉到那个开 deck 的感觉啦。怎么说它的 cap 都没有这么高啊？在5500转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它声音会变，会有一点少许的变。但是如果你说在5500转，好像 Type R 这样子会特别有力，不会啦。都不是 Type R Cam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试一下这个 corner 降档。感觉好屁股。OK。后面 WH1 呢过完的时候呢，会感觉到支撑性比 FB 好一点。body roll 也没有这么多 ，FB 真的是可能现在它比较软所以这 body roll 比较多的。OK， 我们关 compressor， 试一下，再听一下有没有爆 deck 的声音呢？这是一个 fully manual 的 mode， 只要我用上换挡拨片的时候呢，它是不会自动升档的，直接到断油为止。这一代的变速箱呢，它肯定是不会有那个 rev match， 就是所谓的 hill door 啦。所以在降档方面来说，我感觉到还没有这么平顺虽然它车身不会这么重，大概1300公斤左右，所以它降档的话不会很超，但是。当然嘛，人是这样的嘛，有 rev match 的话肯定是开心一点的嘛。就好像车有4粒 airbag 的话，它突然加一个给你6粒 airbag， 你是开心一点的。所以变速箱那边来说，我觉得如果有 rev match 的话呢，会更加好然后你降档的话会更加平顺。当我在松开油门，给我踩油门，它的转速会有那种所谓的 free play。注意看，这辆车的 body roll 真的没有这么多，原装过弯表现的已经很不错了，满意。这辆车的真的，我对它的驾驶来说没有话讲，我真的我真心觉得很好驾。动力，无论是动力跟它的操控来说，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大 corner ES5， 我很有信心。现在130过弯。车身稳定很好，稳定
我很喜欢它的这个 steering 方向盘反应快，虽然它是电子的，如果你不说它是电子，我完全是 feel 不到它的这个感觉。你看 direct so direct man， 直接。这样子会不知不觉让你超速哎，尤其是在过弯的时候，因为它真的是操控好肉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Happy revving, bro. Sounds so good, bro. OK， 好啦，那我这个影片就到这了。如果老铁们都知道，我们下一个 part 就会干嘛呢？就会把这辆 Civic FD 给开上云顶上去了。所以还等什么？赶快按下 subscribe。FD 原本的悬吊就是偏硬啊。OK， 好了，非常感谢车主 David， 虽然他没有在车里面，我都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啊，但是他在后面看着我在干什么。好了，各位哈，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冲上云霄再见，拜拜。